你好，我是 Alex。我们今天视频主要讲解以下两个方面的内容啊。那么第一点呢，就是我们前几天说到的全球最大的资金管理公司贝莱德进场比特币啊，那是一个非常重磅的好消息。那么今天又传来消息了啊，他们自己成立了自己的这个私人的信托基金，提供直接购买比特币现货的风险的窗口，这又是一个非常重磅的利好消息啊。但同时呢，也是利空 Coinbase 的股票的啊。我们主要来分析这个事件对未来比特币的价格的影响有多大。那么视频的第二部分，我们来聊一下以太坊升级的时间有可能会提前。那么目前呢，已经出来了好几个预测的时间点了啊，都是这个技术团队他们发出来的预测。另外呢，目前市面上看涨以太坊的合并的这个声音呢，也是此起彼伏。甚至呢，我还分享过一个大佬的文章啊，他给出了最高的看点的是5000刀。那么问题来了，大部分人这次会不会又是盲目乐观了啊？我们今天就好好聊一聊这个话题啊。好，我是 Alex。如果你是第一次打开我的视频，我的频道呢是专注于加密货币和区块链技术，视频主要讲解币圈的基本面分析和一些大事件对整个币圈的点点滴滴的影响。另外呢，我在电报上有个会员群啊，我的目标呢就是带领所有群内的朋友在下个牛市周期内赚够这辈子足够的资金。感兴趣的朋友请通过视频下方缓冲群的链接找到我，或者是群助手咨询进群的方式。好，那么我们正式开始今天的话题啊。首先视频的第一部分，全球最大的资产管理公司贝莱德今天宣布成立了一个专注于比特币的私人的信托，这将是第一个提供直接比特币风险窗口的信托。我找到了他们官网上发出来的公告，给大家分享一下。那么公告是这么说的啊，贝莱德致力于为客户提供他们选择的投资的机会，并推出了现货比特币的私人信托。该信托呢适用于美国的机构客户啊，注意这只是美国的机构客户，旨在跟踪比特币的表现，减少信托的费用和负债啊。这里说的很明白了啊，他们自己做这个信托基金呢，就是不想给别的公司外包给别的公司啊，这样减少一部分的这些费用啊。尽管数字资产的市场急剧下滑，我们仍然看到一些机构客户对我们如何利用自己手头的技术和产品性能、高效以及高性价比的进军加密货币资产啊，对这一部分产生了浓厚的兴趣。那么我们看到比特币是最古老、最大以及流动性最强的加密资产，目前呢是我们客户在加密资产领域最感兴趣的一个币啊。客户呢并不对稳定币感兴趣啊，比特币保持着在该行业占50%的市值啊，其实现在呢只有40%几。令贝莱德感到鼓舞的是啊 ，RMI 和 Energy Web 等组织正在制定计划，以提高比特币开采中可持续能源使用的透明度，并将跟踪这些计划的发展啊。我们这里补充一下 ，RMI 是美国的一个非营利组织，致力于在可持续发展的一般领域进行研究、出版、咨询和讲座，特别关注能源和资源效率的盈利性的创新。Energy Web 也是类似的一个网站啊。贝莱德一直在数字资产及其相关生态系统的4个领域开展工作，我们认为这些领域可能使我们的客户和资本市场更广泛的受益。那么这4个领域是什么呢？是许可区块链、稳定币、加密资产和代币化啊。那么我认为将来有可能贝莱德的自己就出了一个稳定币啊，我们将拭目以待一下。贝莱德最近宣布与 Coinbase 建立合作伙伴关系，通过 Coinbase 和阿拉丁的平台之间的连接，阿拉丁和 Coinbase 的普通的客户呢可以访问数字资产交易生命周期。首先是比特币，利用 Coinbase 的综合交易、托管、大宗经济和报告能力，普通客户呢将能够管理他们的比特币窗口以及他们的公共和私人的投资。那么贝莱德进军比特币会对后市带来哪些影响呢？有人还专门针对这个事件呢做了一些模型进行计算啊，大家当成故事听听就行啊，不必当真。那么这个人呢算的是贝莱德如果拿出旗下管理资金的0.5%啊，那么比特币的价格将会到98000啊。我们都知道贝莱德管理了将近10万亿美元的资产啊。那么他又说，如果说贝莱德拿出来他旗下管理基金的1%，那么比特币的价格将达到773000美元啊。他给出了一个时间窗口呢是5年。那么贝莱德其实是做了一个很好的表率啊，我们并不奢望
贝莱德有多少的资金能够给这个比特币的价格带来多大的提升啊，只需要让别的资产管理公司看到之后啊，他们去模仿一下啊，这个效果呢就达到了啊。那么我只能说啊，形势只会是越来越好，但是你别忘记了啊，形势要加仓，要定投。加我的会员呢，也会手把手教你怎么在接下来1年多的时间里，用最低的成本囤最多的比特币。接下来我们进入今天的第2部分啊，以太坊会不会提前升级？那么大家对以太坊升级后价格的预判是不是太盲目了呢？继 Robusten 和 Sepolia 之后啊 Goerli 是最后一个计划进行合并的测试的网络，于8月11日凌晨1点45分啊，这个时间是 UTC 的时间，正式成为权益证明 POS 的区块链。那么Goerli 的测试网合并啊已经完成了，没有任何的重大问题，这表明啊暂定于9月19号的以太坊的合并呢不会延迟。另外这个 Blockworks 发文表示啊，以太坊合并呢大约在9月15号或16号进行，还有个博主说最快9月5号就会全部升级完成。我个人觉得啊，能不能提前合并并不重要啊，但是我比较担心硬分叉的那帮人啊，如果说提前升级完成了，那帮硬分叉的人他技术能不能跟得上，他们的时间够不够，哎，别到时候以太坊升级已经完成了，这边硬分叉还没有搞出来，这就笑话就闹大了。随着升级的时间啊越来越近，很多高喊以太坊冲击5000刀的声音啊也是越来越大啊，我早就在会员群提醒大家了，不要期望太大，谨慎持有就可以了。那么今天还有新闻说这个 MakerDAO 打算购买35亿美元的 ETH 啊，微神听完之后啊都说这个想法很冒险，非常可怕啊。另外我在讲倡导以太坊硬分叉都是坏逼的那一期也提到了，以太坊看涨期权的这个未平仓的合约数量已经远远超过了比特币，目前看涨期权的交割日期呢集中在9月、12月和明年的3月份，大家一定要注意一下啊！这个看涨的期权呢，只是一纸的合同，我们那一期视频也提到了，而且是可以买卖的合同啊。你看涨期权呢，同样也可以高价的卖出，意思呢就是这个合同同时也被炒作了啊。如果你做过美股的这种期权的话，你会对这一部分特别容易理解。但是呢，大部分分析师会对此得出结论啊，说看涨期权的数量的增加，未平仓合约的这个数量的增加，意味着以太坊的价格就会被疯狂的炒作。实际上这么理解呢并不正确啊，他们忽略了或者是根本就没有弄明白什么是期权。我们刚刚也说到了，期权呢是可以买卖可以被炒作的一个合同，看涨期权代表了在特定时间内以特定价格购买相关资产的权利。买入看涨期权呢是交易者表达方向性观点的一种方式，而不必承担花费资金去购买相同的这种现货的风险。当交易啊在像 Deribit 这样的交易所执行的时候啊，每一笔买卖呢都会被标记为买或者是卖啊，这可能看起来有点奇怪，但是因为所有的交易的同时涉及到买入和卖出，然而呢，根据这种交易的价格和订单本可以推断出交易的发起人是想买入还是卖出期权。以报价执行的交易啊，意味着活跃的交易者通过从做市商那里购买来表达市场意见，而做市商只是想通过提供流动性来赚钱。因此，当交易在市场这种看涨或者看跌执行时被标记为买入或者是卖出。那么如果我们在交易活动中看到的都是买入，我们呢就很容易得到与很多的媒体、自媒体或者其他的博主大 V 类似的结论，就是说这个交易者在疯狂的看涨以太坊的合并升级，然而呢，在现实中数据显示，除了买入之外，还有大量的卖出的看涨期权，这仍然会导致交易量和未平仓合约的增长，但这是一个不同的交易啊。我们打个比方，如果有人在2500美元附近买入了1份的看涨期权，那么在3000附近卖出了2份的看涨期权，并且在3500附近再次买入，那么这就意味着如果说以太坊的价格上涨，他们呢这些期权呢都会获利，但只有在价格上涨到3500以下的时候才会获利。那么为什么有人会买卖期权呢？我们看这个图片我们刚才讲到 Deribit 这个呢是占以太坊期权市场 90% 的这个交易所，目前呢是9月30日的2500美元的看涨期权的价格呢只需要95美元是不是比持有现货更加的便宜很多机构的交易员都会用到这个方法去操作，但是呢你这个并不能作为支撑以太坊会涨到2500或者更多的这种观点那么我还是保持我原有的观点，那么目前呢只是熊市中的小牛反弹而已，
不必跟风 FOMO 啊，没上车的呢，后面还会有机会啊！希望大家订阅我的这个频道啊，我会在下次机会到来的时候通知大家。好，以上呢就是今天视频所有的内容了，我们下次再会，让我们一起进步，共同发财 ，peace。